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瑞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 LADcraft。OK， 今天呢，我想要在 LADcraft 里面盖的呢，就是通往小科家的地狱快速列车。OK，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地狱大厅呢，要通往小科家。的通道我还没有盖，我们目前走的这个通道还是要从这个下面，然后走过去，然后这样绕过去，对，有点麻烦。那我们盖这个地狱大厅的主要目的就是可以让就是我们到彼此的地方可以更快速，所以呢，我想要在我们地狱这个地方盖一个通道。那这个是连到我家的通道，那因为我还没有加入任何的，就是运输系统，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跑的。那我现在呢，就要给它加一个铁轨，就像这样。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铁路系统，这个不是我们的地狱快速列车，这个只是一个基本的。那这个呢，外观基本上我大致上是参考那个。Exuma Void， 它的名字很难念，我会把它的影片放在影片下方。那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只要踩住这个，Hello， 哈 ，OK， 刚刚不知道为什么踩了压力板没有用。对，那大致上就是我们踩着压力板，然后它就会发射出一个矿车，我们就可以坐上我们的矿车之后，就是沿着这条路这样回到我们的目的地。然后在这边我们就会自动被推下来，这个样子。对，好，那现在给各位看一下这个红石的部分。那这个很简单，就是我们这边过来的时候，我们会右转到这边，然后我们这个是一个触发铁轨，这个应该叫触发铁轨，看一下。对，触发铁轨，它会把我们弄下矿车，然后因为我们不想进到我们的这个回收系统，所以我们就会被就是下车的点应该是这里或这里这样，然后用这个右转过去，因为我们这样发射我们矿车的时候也不会有影响到，我们会直接往前走这个样子。好，那这边呢，这个是一个发射器，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投掷器，然后我们的这个矿车下来之后呢，会沿着这边打到我们的仙人掌之后，会顺着这个漏斗呢，这样跑到我们的这个发射器，不是这个投掷器里面。然后这边是一个红石火把，这个红石火把会对着上面的那个动力铁轨充电。那当我们踩着的时候，这个就是会灭掉，灭掉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矿车发射出来的时候呢，就不会移动。对，这个灭掉之后就不会移动。然后当我们离开这个十字压力板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红石电力了，所以它的那个红石火把又会重新启动。这时候呢，我们已经人在这个矿车上面了，它就会启动，然后把我们给发射出去，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假如说猪人生成在我们这附近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铁道。那我之后可能会把旁边左右两边全部都用那个地毯给铺起来，这样就可以防止猪人的这个生成。然后可能就是每个这些空隙都要全部补起来，不然这边假如说遇到猪人的话很麻烦。对，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做的地狱快速列车呢，这是非常充满科技感的。那假如说各位有看过 Sidecraft 的影片的话，他们都会做这些超级子弹列车之类的，然后就是用那个活塞去推动矿车。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来一个收集资源的缩时摄影，哈哈 ，OK， 哇！
好，我们已经把资源都差不多收集完了，然后我都把它放在这3个箱子里面，然后还有我的介福壳，介福盒里面已经有放了一些资源。对，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开始盖我们的这个地狱高速列车了。然后它里面的灯光呢，就是亮度会用这个荧光石来当做我们的灯光，比较符合那个地狱的那种感觉。对，好啦，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的地狱列车的这个通道已经盖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放上我们的铁轨。那因为呢，这个就是地狱的高速列车，所以它会有一些高科技的这个部分。那我就先一面盖，然后盖完之后，我再慢慢的跟各位解释这个它的这个运作原理。那我们就开始铺铁轨吧。好，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铁轨呢，我们要一个往左弯，一个往右弯，左弯右弯，左弯右弯。那因为这个很麻烦，所以呢，Mango 有做一个就是自动帮我们把铁轨用弯的一个机器。1 hour later。有了 ，nice。现在就是一左一右，一左一右 ，nice。OK， 那假如说呢，我们想要让它就是全自动的运行的话，我们就只需要这个地方放一个这个侦测器，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点火，在这边点火的时候，它就一直跑，一直动。好啦，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运用这个机器呢，我要把这整条这个铁路呢，就是掰成这样一左一右。那更多详情的话，我可以把
这个 El Mango 的影片放在影片下方，那我们就让它开始掰吧，哈哈。Trying to get away from this life I'm living. Same old things every day. Wanna change this feeling. Wasting no more time. Don't care about what you're saying. Try to keep me down. No time for all your playing. Yeah, even if you tell me now, you should know I don't care about the things you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I want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yeah. I'ma figure out what to do with all my time, my new life, yeah.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do right now, right now, right now, yeah. I'ma figure out what to do with all my time, my new life, yeah. 好，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地狱快速列车的这个轨道呢，已经弄好了，已经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把我们的这个活塞跟这些石头给放进去，然后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就是启动跟收发的系统。那我们就开始盖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子，放一个红石在这里，应该是这样对。然后红石中继器，我们现在这边的话就是它是一个短暂的讯号这样。然后这边的话就会是这个样子。我们中间这里需要放一个活塞。然后粘性活塞的话是往这边，然后我们这边要放一个侦测器，等下我们是要朝哪边？不对，不是朝这边。啊呼，它掉下去了，朝这边。对，因为它输出的面是这边，然后因为它有移动，所以它会触发这个红石，这边就会充电，对不对？然后这边就有红石中继器，看一下。对，没错，它就会发出一个讯号，然后这边也是会发出一个讯号，然后我们这边就是一直用我们的红石中继器这样一直过去，所以这个地狱的快速列车、高速列车的话，这个非常吃资源。然后我先把活塞给放上去，因为活塞它会放在这里。那它这个原理呢，就是用活塞去推动我们的矿车，那就是因为红石它充能会，然后再推会比这个一般的矿车行驶还快，所以我们才要盖这个装置这个样子。好，然后接下来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一格是要用发射器，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件小事情，就是这个发射器要在还没有就是弯这个铁轨之前就要先放下去，不然呢全部又要重弄了，耶！好，我已经把这个地狱的快速列车给修整完毕。那我这边重新的轨道重新弄了一遍，然后这边这个轨道就是从那边再这样绕回来。然后呢，这次我们的这个发射器已经安装在里面。那基本上呢，我就是首先就是先把这边全部都放满这个平滑石头跟活塞跟红石中继器。那我们就等我们盖完的时候再回来这个转弯处了。那我们转弯处这边呢，就是红石到这边的时候，我用一个活塞，粘性活塞，然后粘了这个，所以我们的矿车到这边的时候就会被推到这边来。那这边呢，我们就会多一个，就是让它延迟一点点，让我们有时间缓冲过来，然后再把我们推过来。推过来之后呢，我们会直接上我们这个动力铁轨，过来这边会压到我们的这个压力铁轨之后呢，下面就会有一个红石。那这个红石呢，主要就是要驱动我们接下来的就是下一个部分这里。那因为我们的矿车现在在这里，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东西把我们就是往这边推。那实心的方块似乎不行，所以呢，就是我用了铁栅栏。那我看的那个教学，它上面是使用那个中介组。那因为我现在手边没有中介组，所以用铁栅栏应该也是可以的，对。
然后呢，我们在盖这个的时候，因为会有猪人在生成，猪人会生成在这些地方上面，所以我到时候会用那个黄色的羊毛地毯给盖起来。那另外呢，有一个小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它是活塞要推的地方，那假如说这边有重生猪人的话，很有可能会猪人可能会走到这个铁路这个铁轨上面，所以呢，我们到时候羊毛全部铺完之后，这些也全部都要换成半砖，以防那些猪人一直重生。我就先把这一边盖完之后，给各位看一下。那我觉得如果没有问题，就测试一次。假如说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就把它全部给盖完。OK， 我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旁边呢都已经改成这个半砖了，瓷砖半砖。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我们第一次这个测试，看能不能成功。希望不要有哪里有失误啦，不然要重新弄真的是很麻烦。OK， 第一次测试开始。是这边不能用半砖的意思吗？测试第二次。Yes, OK, nice. ，nice， 太棒了。OK， 看起来是还蛮成功的。那我接下来呢，就是要把这里，然后这上面这样，就是用黄色的地毯全部盖起来。OK， 那我现在就来铺我们的地毯吧。OK， 我们的地狱高速列车已经完成了，全部完成了。我连那个它的这个收的系统都已经全部建置完毕。OK， 那我把我的这个黄色的地毯、羊毛地毯铺上去之后，大致上就是长这个样子。那我就先乘坐一次给各位看。那我在这边呢。各位，假如说，看一下，我已经把这些矿车都丢进去了。等一下，这矿车系统似乎有一点点怪怪的哦。我是不是我好像少放了什么东西，对不对？等一下，我把这个挖开。它都有下来。OK，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我应该知道刚刚发生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矿车从这边掉下来的时候呢，因为它的这个矿车体积本来就比较大，然后就直接碰到我们的仙人掌，然后它就可能就掉在这边，这样就没办法直接掉到我们的这个漏斗。那假如说我们加一个宽的话，这样掉下来它应该就不会再卡住。我们这样再试试看，再试一次看看。好，这样下去。好 ，OK， 这样应该就没事了。好，修整完毕。好，那我们就来乘坐一次给各位看。好，上车，然后他那边就会再放一个补充的，就是假如说下一位要坐的话，也可以坐。然后基本上呢，我们就是这样，然后中间这边我也全部把它弄成半砖了，对，所以那边也不会生成任何的地狱猪人，僵尸猪人这边。好，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收矿车的系统啊，这个地方我忘记把它改回去半砖 ，OK， 这样减少猪人生成的几率，但这里
这里还是会有这2格，还是会有几率有猪人生出来，但是嘿，对，就没办法。对，好，那我们的矿车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会延迟1格，让它有一点时间缓冲，就是过来这边的时候，然后再把这边推到这边，矿车推到这里之后，就会过来这边。那因为灵魂沙呢，它不是完全的1格，它是好像是0.9还是0.8格，所以呢，它在小于就是比较小的这个地方呢，它就会就被吸下去。然后因为我们的下面呢刚好有放一个这个是灵魂沙嘛，那我们下面放了一个红石砖，然后上面放一个这个铁轨，然后呢它就会吸下来之后呢，就是充满动力过来，然后就被吸进去。那我们的收发系统大致上就是长这个样子，对。那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啊，然后各位看到这边丑，就是因为我怕引诱蚁突然轰了一颗火球过来，然后砰，然后我们这边就爆炸，所以为了加一点防护啦，所以目前暂时用一个丑的东西可以包住。那假如说之后小颗这边有盖什么东西，然后是完全隔绝引诱蚁的话，那就可以把这个给拆掉。对 ，OK， 好啦，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高地狱高速列车，就这样完成。那这个科技的层面还蛮多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但是呢，就是很麻烦，就是你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算得非常精确，尤其是这个轨道的这个地方，这真的是不能碰，绝对不能在这里面按左键，不然会乐极生悲。那其他的就是它所运用的那些机械原理，其实是还蛮简单的，我觉得蛮容易的，稍微看一下就上手。那我会把所有这些这个叫 piston bolt， 那我会把所有这些这个高速列车的这个相关资讯放在影片下方。假如说各位想要去，也要在自己的生存里面或创造生存里面，创造里面盖一个你们专属于你们的这个高速列车的话，那你就欢迎。OK， 好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请点喜欢，然后也欢迎我们订阅频道。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大家，拜拜。